大家好，我是 K 哥。相信大家最近应该注意到这则新闻了。特斯拉车主开启自驾软体，然后因为松懈未注意前方车况，撞上国道工程车。虽然特斯拉车主没事，但是却因为自撞，导致一名25岁工程人员欲摆放交通锥，不慎遭后方 BMW 车辆撞击而死亡，造成国内第一起因使用自驾功能间接导致人员伤亡的案件。当然特粉们会说，是 BMW 撞死人，又不是特斯拉。就算特斯拉没撞工程车， BMW 也会撞工程车，也会撞死人 blah blah blah。 或者是说特斯拉没给公关费啦，所以媒体很爱黑特斯拉 blah blah blah。 大家看一下这篇天下杂志写的高速公路仿撞车的车祸新闻。虽然我知道媒体常常会说又是特斯拉，但是我相信特斯拉没给公关费应该跟大家爱不爱报道它没有关系啦。因为特斯拉现在卖得很好，满街都是特斯拉，如果特斯拉有些消息或者是有状况，想必也是大家很想了解的话题，媒体爱报道它，我想不意外。但是开自驾车出车祸就是事实，理应也是会报道，因特斯拉市占率最高。但你如果说特斯拉没给公关费所以媒体爱报道特斯拉自撞的新闻，那如果反之特斯拉有给公关费，然后媒体就不会报道车祸的新闻了吗？那请问这个算是封口费吗？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有点偏颇，且他说主要的重点是说开自驾功能容易轻忽分神而撞上防撞车。这个车祸大家也一定知道是 BMW 撞死人的肇责比较高，这个我想不用再辩了。然后有人又会说开自驾功能自己不看路分神，撞车完全是车主的错，这个我想毋庸置疑，绝对是车主的错，且撞车车主也要负起完全责任。但我今天想要讲的并不是责任的问题，我觉得应该要深入探讨开启自驾功能会发生车祸背后的真正原因。我们应该要有同理心的试想一下，今天要是我是事件主角，我会做出什么反应，并不是一昧的把责任都推到驾驶身上。电脑有时明明会有误判，但车厂却以说明书明确载明驾驶要全程监督为理由，明显卸责车子判断如果有问题也是很正常的，不可以怪车子。有危险状况发生都是驾驶的错，难道车厂完全没有把责任在宣传自驾功能上有部分误导车主来使用吗？或是交车前有确实教导车主应该如何正确的使用自动驾驶吗？尤其是特斯拉本身会透过更新的系统来提升自驾功能的微调，导致车主常常要面对特斯拉自驾功能的不确定性。有时或许因为特斯拉工程师前一晚没睡好，就把写到一半的程式码上传了，导致我们车主更新之后发现有 bug 的情形。我本身就发现透过我的特斯拉更新之后，自动驾驶功能反而退步的状况。那我拍这个影片的目的并不是要诋毁特斯拉我老实说，3年多前的自驾功能的表现跟现在比起来，就我的体验上来说，确实是进步很多。那我只是就我车主的角度来让社会大众了解，在使用特斯拉自驾功能的时候会遇到哪些状况，特斯拉都是怎么处理自驾功能这些东西，自驾功能运作的原理是什么，使大家更了解自动驾驶功能，并让大家知道到底自驾功能适不适合自己，为何自驾功能容易发生自撞车祸，比如说开启自驾功能是否真的容易让驾驶分神，容易发生车祸，以便探讨自驾功能目前是否可有改善的空间，怎么做可以更减少因开启自驾功能而分神导致发生车祸的情况，还有到底现阶段自驾功能要怎么使用才是正确的观念。如果自驾功能要进化到都可以适合普罗大众，且大部分的人都可以轻松上手的话，必须具备怎样的条件？以下我将详细讲述我使用自驾功能的心得与曾经发生过的危险状况。那我是2018年12月交车的 Model X75D 当时我只有去试驾过一次，短暂的驾驶过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大约几分钟的时间我就订车了。当时试车的时候是在台中74号快速道路，那时候觉得很惊艳，
它方向盘会自己跟着车道转弯。我在一股冲动下就订车了，结果交车后才开始学习它的 AP 功能，才发现它原来是充满很多缺陷，并不是那么完美。2018年那时候的特斯拉自驾功能也一样会叫你每隔30秒到1分钟就要转方向盘一次。注意是转动方向盘，并不是像特斯拉官方说的要手扶方向盘。只要是车主都知道是要扭动方向盘，并不是扶着方向盘。如果你按照说明书说的扶方向盘，那你一样是每隔30秒到1分钟，你的荧幕就会警示你要扶方向盘。这点是我觉得没有开过特斯拉自驾功能的人无法想象到的情形。然后我要说的是，3年多前的转方向盘的力道是比现在要大很多，才可以解除那个警示画面。刚开始我要扭方向盘解除警示画面的时候，我还会不习惯那个力道，然后不小心扭太大力，就把维持车道功能解除了。这个时候整台车就会抖动一下。我习惯了几天之后，才大概知道要如何控制那个扭转的力道，完全不像现在力道那么的轻。我印象中以前跟现在大约可以差到5倍的力道。那时候群组也有人分享使用自驾方向盘助力器，就是一个重物挂在方向盘上面，就可以骗过特斯拉系统，不用一直转动它。那时候我也觉得每隔1分钟要转动一次方向盘也是还好，但是长途驾驶就是一直要不断的扭方向盘。头1年因为新鲜感，我也觉得开自驾用助力器是很危险的行为。我当时是坚决不会买助力器来用，且你看这个助力器非常的重，重到我挂在方向盘上面行驶的时候，方向盘都会歪到一边去。说实在的，如果没有开启自驾的状态，挂上这个助力器，方向盘转动的力道会左右不一，变得非常难开。早期的助力器就是这么重。就这样，我没有买助力器开自驾也开了1年了。1年期间在高速公路都是开自驾功能，每隔1-2分钟都要扭转方向盘一次。到最后我就真的厌倦了，我又不是不会扶方向盘，一直叫我扭方向盘，我真的开始觉得很烦。于是我就买了助力器来使用了。我买了助力器之后，我还是整路都有扶着方向盘，并没有因为买了助力器骗过特斯拉自驾系统之后就不扶方向盘。我觉得把这个主动权拿回来才是真正的扶方向盘，这样开车才更不会疲累。特斯拉自动驾驶会遇到哪些状况？刚交车的时候，我有一次开上国道，要汇入匝道的时候，会有汇入车道线会并入外侧车道。我在还没并入最外侧车道的时候，就启动 AP 了。我想说它会自动辨识那个汇入的车道线，并且自己汇入。那时候正要并入的时候，没想到车子居然不会自动并入外侧车道，而是跟着匝道线车道直接喷到路肩那边，快要撞到路肩的护栏。我都吓到，马上扭方向盘，强行并入外侧车道，取消 AP。 那是我第一次被自动驾驶吓到，我才知道原来特斯拉自动驾驶那么烂，这基本的匝道汇入也没有做到。之后我就不敢在匝道就开启 AP， 都要到车道线才敢开启 AP。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它运作的原理就是靠镜头辨识车道线，然后控制方向盘维持在车道中间，就是这样而已啊。号称 Autopilot 自动驾驶，说实在有一点唬烂啊。然后那时候的维持车道的细腻度真的很粗糙，我遇到一些比较弯的车道，开启 AP 的时候，特斯拉方向盘在转弯的时候都是转一下回一下，转一下回一下。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车子就是在车道上忽左忽右，一点点移来移去，就感觉是很粗糙的转，并不是一直维持在车道中间那种很细腻的转弯。而且当你启动 AP 的时候，方向盘还会突然扭一下，不是像现在这样缓缓的驶往车道正中央，因为你的车不可能刚好在车道的正中央。当你启动 AP 的瞬间，方向盘会很大的力道扭动到车道的正中央。当然随着特斯拉不断更新系统，现在的细腻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然后我刚交车3个月内才刚开始学 AP 如何使用的时候，我其实都不敢在有载乘客的状态下练习，
因为 Model X 的定速杆跟方向灯杆都坐在左侧，我常常会打方向灯误打到定速杆，然后那时候的定速杆只要压到上下，它就是会直接用当下车道的速线来行驶。在前方无车的状态下，就会开始以道路速线的时速为目标，就当场爆冲出去。刚开始我确实是很不习惯啊，每次爆冲我就会赶紧踩下刹车，或者是往前拨定速杆取消 ACC， 但却有时候又不小心拨到方向灯的往前，而让状况有些紧急。这个时候我就会被车上的乘客骂我乱开。所以当时我就只敢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才敢开始练习 AP 如何使用，且要在拨定速杆或拨方向灯的时候，我会先养成习惯，先确认上下的位置，确认好上面是方向灯，下面是定速杆，才去拨动它。到现在这个习惯还是没变。刚开始学 AP 如何使用的时候，说实在真的很恐怖，因为开了20年的车，从来没有体验过方向盘自己会控制方向的感觉。在学习自动驾驶的模式上面，一开始是很不放心的，因为我不知道它遇到什么情况下会有什么反应，所以我只能慢慢的观察它遇到一些车辆插入车道它的反应。一开始开启的时候真的很害怕，加上对定速杆解除的方式不太熟悉，那时候只是遇到紧急状况，就是用扭方向盘的方式解除 AP， 车子就会很惊险的抖动一下。这个时候就会觉得 AP 开车怎么比我自己开还要紧张的感觉啊。不过为了让开车更轻松，我还是努力的学习 AP 如何使用。还记得我当时开启 AP 的时候，总是一路把左手放在定速杆那边，预备随时取消 AP， 然后右脚随时放在电门那边，准备随时踩下踏板。每次只要车子跨越车道到我的车前方，我就会很紧张，就会开始采取要取消 AP 的预备动作，然后仔细观察 AP 它的处理方式。如果它要减慢速度，我就比较放心。那时候的软体说实在很不稳定，常常有时候车子跨到你前面的时候，特斯拉就会来个急刹，然后我就会被全车的乘客开骂。那时候只有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可以用 AP， 所以我就这样观察 AP 半年的时间。看他在前车汇入我的车道的时候，观察那个距离长短跟他的处理方式是否有符合我的预期。有时候太近的切入，我也是手动介入减速，不敢让 AP 自己处理。大约观察了半年时间，我才开始慢慢对 AP 产生一些信心，才慢慢开始比较放心的使用。不过特斯拉每次更新之后，大部分是会变好，不过也有少部分变烂的版本。除了会常常急刹之外，有一次一个版本更新之后，我的跟车距离居然变得很近。那一个版本的软体的自动驾驶，因为它靠得很近，我都很怕。有一次从台北回来，我把它调为7的车距，差不多跟以前的5一样那么短。有一次从台北回来，晚上因为塞车，正常来讲我都会开自动驾驶，然后突然前面有一个塞车阵，它已经靠得很近了才开始刹车。那一瞬间我很紧张，它到底会不会停下来？那一瞬间我也很犹豫，到底要不要提早介入取消自动驾驶，然后刹车停下来。可是我正在想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感觉车子一定会撞到前面的车，大概剩下2个车身的距离吧。我赶快重踩刹车，但是大家知道特斯拉刹车很弱，当下我觉得完蛋了，停不下来了。正当我想说应该要撞上去的时候，车子自己突然帮我紧急刹车，然后它就停了。这个时候我的车头，我的目测距离大概剩下40公分就撞到前面的车子了。我很确定它启动了自动紧急刹车，因为我脚踩刹车是无法确实停下来。我想说就是特斯拉更新的软体都没有在做测试的吗？这个版本的自动驾驶那么烂，跟车距离变得那么短，让我原本对它已经有一点放心，但是现在又觉得很害怕。之后只要每次前方有塞车阵，我就很紧张的赶快把脚放在刹车的地方，准备要取消自动驾驶。有一次在高速公路上也是开启 AP 状态，但是 AP 丝毫没有动作。一个 Toyota 的车强行从我的车头插入，
那时候因为很紧急，我就直接往左扭方向盘取消 AP， 差大概50公分就擦撞左侧护栏了。然后因为很紧急，我也忘记踩下刹车减速，然后车子就在 ACC 状态下自己减速。这个情形也是自动驾驶完全没有做出反应。如果当时我没有发现那台车硬插进来，我就被撞了。问特斯拉原厂技师，他说靠近车灯的那个地方并没有雷达或是镜头可以感测，意思就是说那个地方应该是死角，所以绝对不要太放心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然后有一次在市区道路上，在幼儿园的小孩要去上学，在我的右侧路旁有一台货车，我是手动驾驶状态，并非自动驾驶状态哦，大约时速30-40吧。一个人从货车的前面走到他的驾驶座旁边，那个人走出来是绝对不会撞到我的车的。我的特斯拉居然紧急刹车，且是刹到停的那种。我的小孩整个往前座喷出去，头去撞到前座的椅背，我整个吓到飙脏话，而且提供那个影片给特斯拉相关的工程人员。怎么我自己手动开也给我乱误报，又重踩刹车？还好我后方没车，不然被追撞，这要算谁的啊？还有很多次是常常幽灵刹车，这个我就不特别拿出来讲了。幽灵刹车那时候常常1个月就发生7-8次左右，我已经被特斯拉训练到反应超快的，马上急刹，我在1秒钟之内马上往前拨定速杆取消 AP， 脚马上补电门，让乘客感觉到刹车不会那么紧急，也让后方车辆不要吓到。其中有一个晚上，我从台北南下的时候，一个晚上就给我急刹4次，那个晚上害我都不敢再用 AP， 然后马上写 mail 通知特斯拉时间地点、急刹的次数。那时候的 AP 版本确实是没有现在那么稳定。自驾功能是否适合自己？说实在，我觉得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使用，或者是说特斯拉并不是适合每一个人。因为特斯拉的不确定性太高了，这里说的不确定性就是指特斯拉的变化速度太快了，每2个星期就更新一次，更新之后车辆很多细微的微调，大部分的更新特斯拉是不会明确的说明出来说它更新了什么东西。有时候自动驾驶也更新了，你会觉得自动驾驶的它好像又换人开了。比如说有一次更新之后就发现特斯拉在超车的时候，自己会在车道上面闪避大货车，然后现在的版本又不会闪避了。总之就是一直改来改去啦，每次更新之后都会不一样。有时候车主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车子怎么会这样？而且通常在大更新之后，极为有可能存在系统的 bug。如果一些应变能力比较差的车主，或者是有人就希望车子稳定表现好就好了，不要变来变去的车主，我想特斯拉就不适合你。为何自驾功能容易发生自撞车祸？开启自驾功能是否真的让驾驶容易分神，容易发生车祸？这个问题我想因人而异啦。我自己本身还没有开特斯拉自动驾驶之前的油车，每一次上车就是想睡觉，每一次都开到要捏大腿，嚼口香糖也没用，喝咖啡也没用，以至于我以前开油车都很不想开长途，100%一定会开到想睡觉。但是我开了特斯拉自动驾驶之后，反而不会想要睡觉，因为不会想睡觉，所以我就特别有精神的来注意路况。所以特斯拉自动驾驶对我来讲确实是有帮助到我开车精神度更加的集中。我想是因为开油车要长时间都要用脚同一姿势踩着油门，还有手背要长时间用同一姿势握住方向盘，长时间不动，久了真的会僵硬会酸，这是造成疲累的原因之一。相对特斯拉来讲，有用自驾助力器的话，手只要真的扶着方向盘就好了，不用转动，真的相对轻松很多。我要做的只需要随时注意路况而已，真的是比较不会累。所以我的心得是，开启自驾功能并不会容易让驾驶分神，反而会更有精神。我想新闻那些开自驾会导致自撞车祸的人，是太依赖自动驾驶，
因而减少注意前方的路况，才会发生自撞意外。或者是说你已经累到就算用自动驾驶的功能来开车，也是会想睡觉的疲累程度了。我自己也有遇过这样，要是我开自驾也会想睡觉的话，我自己的处理方式就是不要再开了，先去休息区休息一下，千万不要想说依赖自驾功能而冒险疲劳驾驶。特斯拉自驾功能目前是否还有可改善空间？怎么做可以更减少因开启自驾功能而分神导致发生车祸的情况？特斯拉的自驾功能，我想它是一直不断的改进，但是改进的东西都是仅限于软体上面的改进。然后特斯拉官方卖车的时候，也从来不会教你如何正确使用，这点我是觉得很有必要要改进的地方。或许销售车的时候，都很吹嘘自动驾驶的功能有多神，但是却对它的 bug 缺陷的地方只字不提，导致消费者真正拿到车的时候就放心的使用了自动驾驶，然后因为这样的放心，又凑巧刚好遇到自驾功能发生的 bug 的时候又轻忽了，因为这样使自己陷入危机之中。请问这样特斯拉销售端是否有误导消费者的嫌疑？就很像是说，我特斯拉自动驾驶很强，赶快来买哦，你可以放心的使用自驾功能，但是撞车不关我的事。这样到底是要车主多使用，还是不要使用？然后出事之后怪消费者不会看说明书，这不是很矛盾吗？是不是某种程度在挖坑给消费者跳，吹嘘你的自动驾驶有多好，叫消费者放心使用，然后车子有 bug 导致撞车，就把责任撇得一干二净？不然你特斯拉卖车的时候叫我们签切结书啊，说自动驾驶很有可能有缺陷，因为开启自驾功能导致事故，特斯拉一概不负责。就像签同意书让医生给你手术，同意手术有风险，失败不可以告医生一样。这样出示你的切结书，消费者肯定不会有怨言。但是现在你就是不敢嘛，你自己卖车的时候你敢说你的自动驾驶有问题？所以我建议特斯拉应该在卖车的时候，详细的把自动驾驶的 bug 都用影片真实的告诉消费者，明确的表示现在自动驾驶的版本都是半成品，都非常的不安全，曾经在何种情况下出过什么车祸，都明确的告诉消费者之后，请消费者交车之前签切结书，把自动驾驶的优点跟缺点都明确的交代清楚，让消费者更了解自己应该如何正确的使用自动驾驶，其中应包括可使用的时机点、有 bug 的时机点、该注意需介入的时机点等等等。这样我才觉得你特斯拉卖车才是有负起告知消费者哪种危险的责任。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社会责任，也是一种社会观感问题。你有做这些动作，相信大家使用自动驾驶的时候会更小心。如果你再更有责任的话，你就开一门训练课程，就像考驾照一样，分笔试路考来考自动驾驶，真正带消费者上路考取自动驾驶执照，去那些有 bug 的路段，比如说会降速的地点，或者是去塞车阵实地演练如何在自驾状态下手动介入，或者是带准车主去实地自动驾驶假装要撞高速公路工程车，实际模拟上路遇到危机的时候应该要如何处理这些状况。我想整个社会会对你特斯拉的观感会更好，因为你就是一家有负起责任的车厂，并不是像现在这样一问三不知，问什么东西都是推脱给美国。现阶段自驾功能要怎么使用才是正确的观念？现阶段的自动驾驶说实在已经比我刚交车的时候进步很多了，我已经用了3年多了，因为我遇过太多惊险的状况，可以说我是被吓大的，因此我很了解特斯拉自动驾驶的缺陷。如果我没被吓过，我很可能会放心的就在车上睡着，陷入危险而不自知。像现在刚交车的车主，我觉得都太放心特斯拉的 AP 了。就像我说的，你没有被特斯拉的 AP 误判吓到过，就会变得过于放心特斯拉的自动驾驶了。群组有车主就反映他发现 AP 会自己跨越车道，
然后撞到护栏的经验，导致他现在已经不敢不扶方向盘了。正确的观念就是你要时时的观察他，观察他的行为是否有符合你预期的路径，不符合预期的时候就手动介入。比如说你想要变换车道的时候，盲点有车辆是否侦测得到，侦测到的时候是否等车子过了才自动变换车道，或者是观察前方的车子汇入你车道的时候，它是否有减速到如你预期的那样。很多时候我都是在观察它这个时候会如何处理这个路况。像我自己就练习了半年，才真正觉得我会使用自动驾驶，因为我可能要看它成功很多次，我才慢慢会有信心。我大约要看个几百次吧。我建议开始学 AP 的时候，就是脚要随时预备在加速踏板上，左手随时放在自动驾驶设定杆准备取消，眼睛观察前方还有四周车辆的状况。如果前方有车子插入，需要仔细观察自己的车子的反应，如果跟你预期的不太一样的时候，就随时准备取消自动驾驶，就是马上把定速杆往前拨，取消自动驾驶，右脚马上踩入加速踏板，接管整个车辆。为什么不要用扭动方向盘的方式取消？是因为车子会扭动比较不稳，可能比较危险。第二，因为你扭动方向盘只会让自动驾驶维持车道的功能取消而已，并不会取消自动跟车的功能。这个时候你会以为车子已经取消自动驾驶状态，而因为这样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状况。这样练习几个月，直到你的预期跟它的表现慢慢都相等的时候，你对它的信心就会慢慢的提升。然后这些过程一定也会有很多不如预期的地方，那这些不如预期的地方就是你下次要特别注意介入的时机点。然后就是每次更新之后，它的自动驾驶都会有小变化，我们必须要再重新熟悉一下新的它开车的习惯。上述说的那些需要再重新观察一次。最后我要再说到一个重点，很多时候我们绝对不可以太依赖它，只要觉得不放心就介入吧。我们不是测试员，不用测试它的极限，而且开自驾发生事故的时候，特斯拉是应该不负责任的。所以只要有疑虑，就觉得不放心就介入吧，且这个疑虑的敏感度不可以太低，敏感度太低，低到介入的时候都很危急的状况就不好了。NOA 自动辅助驾驶导航这个功能也是属于自动驾驶的一部分。台湾目前有开放这个功能，但是目前仅开放于高速公路跟快速道路做使用。它的功能主要是自动变换车道跟自动下交流道。我刚刚更新到这个功能的时候，我也是高兴了半天，超有新鲜感，觉得我的车离自动驾驶又更进一步了。但是我用到现在之后已经觉得无感了，因为它也是不太好用。一开始我切到最积极的模式，就是只要前方车速过低就自动超车，但是我用一阵子之后就常常被骂，因为车子一直超车来超车去，晃来晃去，觉得很不稳，所以我就把它切换到超车之前要通知，我同意之后它才可以超车。用到现在很多交流道的 bug 都没改，很多交流道要下去的时候都很不稳，常常剩500公尺就要下交流道了， NOA 还要给我超车出去，这个 bug 完全都没改。然后还有遇到下交流道的时候，在最外侧车道一直加速要去撞前车，我还给他机会忍耐到他剩一个车身距离，直到我不介入他会撞上的时候我才介入。这个也是那个交流道的 bug。 还有一些交流道转换会失败，我发现它都不会进去的时候，我都要手动转进去。这个 NOA 据我的观察是都没有在更新，因为那些 bug 的地点都没改，每次遇到那些地点的 NOA 行为都是一样。所以我的建议，要用 NOA 的时候要更注意安全，要更有戒心，敏感度要更高。有时候你看他下交流道，就常常会为他捏一把冷汗。我建议 NOA 下交流道的时候，随时脚踩在加速踏板上，手随时放在定速杆取消 AP 的位置做预备。 NOA 目前真的还不是非常的稳。由于特斯拉 AP 的原理是用摄影机让 AI 判断前方的物体是什么东西，然后预测那个物体的行进路径，然后我们的车再做出相对应的反应，比如说刹车、
但是如果前方的东西看起来不是车辆的话，特斯拉很有可能就不知道那是什么，而不会做出反应。比如说躺下的白色货车、国道防撞车，这些东西特斯拉 AI 是判断不出来的。之前高工局也有发布新闻，表明 AP 如果遇到车速差很多的车辆，比如说我的车速是100公里，前方的车速只有10公里，这样特斯拉的 AP 是来不及刹车的。所以各位车友用 AP 还是务必紧盯前方车况，只要遇到有静止的车辆或物体，务必在第一时间取消 AP， 手动驾驶。平时没车就保持行驶在中间车道，这样内侧车道的工程车才不会躲在盲弯的看不到。然后自驾助力器到底要不要使用？这个问题我想见仁见智。我依客观的来说，我是觉得可以使用，因为我使用助力器并不会让我手不扶方向盘。我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依赖它而不扶方向盘。我觉得没有使用助力器就开启自动驾驶的功能的人，可能也有人会不扶着方向盘的，或者是不会看路都有可能。助力器并不是一定会造成依赖的原因。我用了2年多的助力器，手从来没有离开过方向盘。助力器只是让你不用1分钟转动一次方向盘而已，并不是让你手可以离开方向盘的，所以我觉得可以用。而且使用自动驾驶，特斯拉会叫你手一定要扶在方向盘上，是因为万一车有什么异状，或者是前方有异常的路况，你可以第一时间就会做出反应。使用助力器不是让你不要扶方向盘的哦。我们早期的助力器其实也很难用，如果你是正常手动开的话，那个助力器很重，重到会让你行驶中的方向盘歪掉。配重那么重是搭配早期自驾扭力方向盘的力道，现在随着版本的更新，扭动方向盘的力道已经减到很轻了，所以我现在把后面那颗重物拿掉。有时候重量不太够的时候，我就吸上我的手机，重量刚好，且我在平路手动开车的时候也不会影响方向盘左右的力道。这个助力器实在是要改良一下，重量会比较好用一点。如果自驾功能要进化到都可以适合普罗大众，且大部分人都可以轻松上手的话，必须具备怎样的条件？我觉得目前当然自动驾驶一定是还没有办法那么大众化。那我觉得要普及化的话，就是你要简单到连80岁阿嬷都会用这样，且要防呆，就是尽管操作不慎，也不至于会有什么危险的状况发生。要做到80岁阿嬷都可以用，条件第一个当然电脑不可以有误判空间，第二个就是 AI 要可以辨识出各国的交通号志跟交通规则，第三就是人要完全信任电脑，第四个就是要便宜。相信不久的将来，我相信这些条件一定都会满足的。刚刚讲的影片中的那次自动驾驶，遇到高速公路前方有塞车阵，我大约有2秒的时间可以考虑是否要介入。可是当下我选择相信辅助驾驶，因为之前我都是这样开的。大家不是都说开特斯拉塞车最轻松？因为我也遇到塞车很多次了，所以这次的塞车阵我就没有介入。当我以为它会停车的时候，它确实有减速，但是它却没有减慢到速度到我可以刹停的状态。当我发觉已经快要撞到前车的时候，我才介入刹车，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当我意识到应该会撞到前面的车子的时候，我很确定特斯拉启动了自动刹车，帮我把车子停到距离前车只有大约30公分的距离，就差那么一点我就撞到前面的车子了。可以看到我的车头灯上下晃动的幅度之大，表示那是非常紧急的刹车。主要我要表达的就是你如何在这2秒钟之内考虑要不要介入。我是全程都有在看路况的，所以你说特斯拉辅助驾驶可靠吗？我如果早2秒就决定介入，就不会被它吓出一阵冷汗，因为我会提早刹车。那如果我因为又怕误判，开特斯拉又不敢启动 AP 的话，那我开特斯拉不是就是没意义了吗？所以核心重点还是特斯拉的问题，因为特斯拉会更新到烂的版本的自动驾驶软体，让自驾体验的不确定性变得很高，误导车主做出错误的判断。总之我就是这3年多已经被吓了那么多次了，
所以我开 AP 的时候警觉性很高，除了随时扶着方向盘之外，看着前方路况，我也会随时预备位置取消 AP 做介入的动作。因为特斯拉的 AP 不是100%安全的，而且特斯拉群组里面的老车主也都一致认定，特斯拉自动驾驶的电脑在判断路况上面一定不是100%准确，一定会有误判的时候，有可能天候不佳，或是标线不清，或是镜头脏污之类的，也会导致误判。如果你因为之前的99%都正确而相信了它这次也会准确，而它可能就在这次就出现那1%的误判，导致事故了。特别是现在特斯拉的 AP 稳定度越来越高的时候，更要注意路况，因为稳定度高，有些驾驶会变得更松懈，这时候危险来了的时候，就往往反应不及。说实在的，我开车3年多到现在，每次特斯拉出现危险的警示画面，大约90%以上都是误报，只有真正10%左右是真正的危险。而且很多次真正危险的时候，特斯拉自动驾驶却是没反应，反而是我要去手动介入去救它。总之，我发这影片主要也是提醒大家，现阶段人类驾驶还是比较聪明，电脑不可能100%，务必要小心再小心，注意路况。特斯拉自动驾驶可以完全取代人类驾驶吗？当我们深入探讨到底自驾系统能不能完全取代人类驾驶而避免掉所有车祸呢？结果答案恐怕是不行。就算未来全部的车都配备自动驾驶，恐怕还是会有一些车祸原因是无法避免的。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有发表一篇研究报告，指出当外界以为自驾车有一天会让车祸成为过去式时，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根据他们的研究，在美国所发生的5000起重大车祸中，自驾车大概只能减少1/3的车祸发生。这篇报告把所有的车祸都归类为5大原因。第一是感知错误，包括驾驶员分心、视线受阻以及未能及时发现危险等问题，白话就是你根本没看路。第二是当驾驶员误判交通间隙，错误估计另一辆车的行驶速度，或对另外一个道路使用者将要做出什么错误假设时，就会发生预测错误。白话意思就是说，你有看路况，你预估别人要这样做，你照着别人预估的去行驶，但别人却不照你预估的做，而导致车祸，比如行人突然冲出来故意要让你撞之类的。第三个是计划和决定错误，包括在路况下行驶过快过慢、激进驾驶或与前方车辆跟车距离太小。白话就是你超速或者是跟车距离过短、不遵守交通规则之类的。第四个是执行和性能错误，包括不充分或不正确的规避机动、过度补偿和其他控制车辆的错误。白话就是车子出现非预期的故障状况。第五个是失能，涉及由于酒精或药物使用、医疗问题或在方向盘上睡着而造成的损害。白话就是酒驾或疲劳驾驶，或是驾驶突然失能。上述的这些车祸原因，我相信未来自驾软体很成熟的阶段的时候，顶多也只是避免掉第一点驾驶员分心的状况，跟第三点遵守交通法规，这2项原因可以避免掉。但是第2点非预期性的状况，跟第4点车辆异常，跟第5点驾驶突然失能，确实是自驾软体也无法避免掉的状况。这些文章的链接我放在下面，有兴趣的人可以下面参考一下。总之，我觉得自动驾驶无论怎么发展到最后，总是没有人类来的聪明。就像我开在路上遇到年长的行人或骑士，俗称移动式神主牌，我都会采取预防驾驶的方式，就是我会假设他突然冲出来的状况，而采取离他超级远的距离，且超级慢的速度行驶过去。你说自驾电脑有进步到可以判断出来他是年长的骑士吗？至少现阶段没有。所以我在这边就是要提醒大家，现阶段的自动驾驶功能并不是万能的，只要是电脑都有可能误判，不可能100%准确。大家在使用自驾功能的时候，务必要全程紧盯路况，只要觉得有疑虑，就不要跟他赌，
赶紧早早的介入。就算是电脑99%都有正确处理好状况，但是只要你在1%的情形下，车辆出现误判，驾驶也相信自驾功能的时候，就会造成危险的情况。尤其是现阶段特斯拉常常透过更新来改善自驾功能，你很难保证每次的更新保证都没有 bug。意思就是说，车辆自己的判断标准也会随着更新产生变化，这意味着车辆充满着不确定性，表示以前特斯拉自驾功能可以做得到的东西，并不保证未来都可以常常做得到。务必怀着谨慎小心怀疑的态度来使用自驾功能。那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啦，喜欢这影片欢迎帮我订阅、按赞、分享哦。我们下次影片再见，拜拜。